说起金仙一词，人们首先会想到《封神演义》里的12金仙。《封神演义》中，元始天尊门下有12位出名的弟子，他们分别是广成子、赤精子、太乙真人、灵宝大法师、黄龙真人、玉鼎真人、文殊广法天尊、普贤真人、慈航道人、巨留孙、道行天尊和清虚道德真君。这12位神仙被称为12金仙。《封神演义》属于文学作品，很多内容都是来源于佛道神话。细心的朋友会发现，所谓的12金仙可以说是佛道神话人物大杂烩。慈航道人、广成子、赤精子属于道家神话里的神仙，而普贤真人、文殊广法天尊虽然带有道家的真人、天尊等尊号，但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是佛教4大菩萨之一，地位极尊。由此也可以看出佛道文化的互相融合。此外，在《西游记》里，许多神佛兼具了佛教与道教的特征，比如孙悟空的师父菩提祖师，菩提2个字是佛教大智慧的意思，而须菩提是释迦牟尼佛在古印度传佛法时的10大弟子之一，而孙悟空学会的72般变化又是属于道教法术，同时菩提祖师的形象也是一副道教高人的模样。回到文章的标题，金仙到底是道教的神仙还是佛教的佛菩萨呢？我们仅仅从《封神演义》里的12金仙是无法判断出来的。仙是道教神话里对于仙真的一种称谓，与神合称为神仙。老而不死曰仙，仙，迁也，迁，入山也，故其至自人旁作山也。道教神话里的仙是由凡人修炼而成的，他们可以长生不死，在仙界逍遥自在，并且按照道行的高低将仙分为了5等，即天仙、地仙、神仙、人仙、鬼仙，其中等级最高的是天仙，等级最低的是鬼仙。鬼仙、人仙虽然也被称之为仙，但实际上两者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仙。地仙既能长生不老，也没有神职在身，十分逍遥自在。天仙是最高阶的仙人，他们断绝3障10恶，彻底克制欲望，达到清净自然、超凡脱俗的境界。天仙、神仙、地仙、人仙、鬼仙，唯独没有金仙，可以看出金仙在道教神话里的存在感不高。事实上，金仙反而是用来称呼佛的。佛家典籍《妙法莲华经》就有记载500弟子祭正金仙，多宝佛塔永其前，乐说起根源，为法求贤，听演妙莲泉。到了宋朝时期，宋徽宗对道教加以推崇，自封教主道君皇帝，同时也冷落了佛教，并且还将佛菩萨的称呼进行了汉化更改。宋徽宗下诏改佛号为大觉金仙，改称为菩萨为仙人、大士，改称为僧，尼为德士、女德。另有记载，宋宣和中除佛教，改佛为大觉金仙，佛寺为神霄宫，僧加官簪为德士，其事皆徽宗独断。原本仙人、宫、官这些都是道教对于神仙和建筑的称谓，宋徽宗将它们全部用在了佛教文化里。另外一些佛教典籍也将金仙用来称呼佛，像这段经文，又佛名大觉金仙，故称仙音。佛之音声，称性周篇，铁为诸山所不能障，但有缘者皆得共闻。今欲觉悟诸菩萨故，所以偏至十方界也。再到后来，佛道文化互相融合，甚至还出现儒、释、道3教合一的局面。《高尚玉皇本行集经》这本书里有这么一段话：如是修行3200劫，始证金仙，号曰清净自然觉王如来，教诸菩萨顿悟大成正宗，渐入虚无妙道。如是修行，又经1劫，始证玉帝。他描述了玉皇大帝修行正道的过程，一直修行了3200劫，才证得金仙佛果，名号为清净自然觉王如来，演说经法，教化诸多小圣菩萨，顿悟大成正宗。就这样又修行了1劫，才证得玉帝之果位，统理3界诸天、十方世界。从这段话也看出了佛道融合的影子。金仙中强者如太乙真人，即使放在整个封神世界，
也算得上高手。太乙真人是元始天尊的弟子，名列12金仙，拥有强大的法力修为，实力远在普通金仙之上。化血阵之战，阵主孙良也是金仙修为，然而他与太乙真人交手不过3-5回合，就被太乙真人全面压制，只好逃入化血阵中，同时也企图将太乙真人诱入阵中，然后乘机将他诛杀。金仙中实力弱者如黄龙真人，即使放在3代弟子中，也只能用实力平庸形容。黄龙真人和太乙真人一样，也是12金仙之一，但他大概是12金仙中实力最弱者。黄龙真人被誉为3无金仙，无徒弟，无法宝，当然也无圣技。封神之战中，他的表现倒是非常积极，每次作战必冲锋在前，但几乎每次都吃亏。有一次还被敌人生擒，吊在帆杆上失重，受尽屈辱，最后还是师侄杨戬出手相救，才得以脱身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想必很好奇，封神世界中最强的金仙是谁？应该是乌云仙。乌云仙是通天教主的随侍7仙之首，本体虽然是金须鳌鱼，但修为高深，法力高强，不逊于任何以人身得道的金仙。万仙阵之战，乌云仙镇守阵内的太极阵，赤精子前来挑战。赤精子何许人也？位列12金仙第2，乃阐教少有的高手，但乌云仙2回合就能打败他。书中如此写道：乌云仙大怒，仗剑来取。赤精子手中剑负面交还，未及3-4个回合，乌云仙腰间撤出混元锤就打，一声响，把赤精子打了一跤。乌云仙正欲乘胜出击，眼看着赤精子危如累卵，广成子连忙挺身相救。广成子乃12金仙之首，修为已接近大罗金仙，但他依然不是乌云仙的对手，斗了几个回合，也被乌云仙打倒在地，狼狈而逃。观乌云仙在太极阵的表现，他的实力很可能已达到大罗金仙境界，修成大罗金仙更是指日可待。只可惜乌云仙终究与大罗金仙无缘，最后还沦为圣人的宠物。为什么现在拜神不拜最初的创世神，而是后来的宗教神呢？盘古将混沌劈开，创建了世界伏羲，创造了先天八卦，让世界有了理性。女娲补天造人是人类之母，这3个是如今我们达成共识的创世神。后面还有炎帝、黄帝、颛顼、帝喾等等，这些最初代的神都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很多重大的贡献，这些我们统称为上古大神。为什么人类愿意去信奉宗教神？说起宗教，那就不得不提到轴心时代。20世纪40年代末，德国哲学家雅斯·贝尔斯提出了轴心时代这一理论，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，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，是塑造人类精神与世界观的大转折时代。在这个时代，西方、中东、印度、中国都出现了一批先贤，比如苏格拉底、以色列先知释迦牟尼、孔子等等，他们创立了各自的思想体系。希腊哲学、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，中国的儒教、道教都开始形成发展。这些思想搭建起了人类精神思想的根基。创世神虽然创造了世界和人类，但他们并不了解人性。人类是一种活在当下、着眼未来、善于遗忘的物种。人类最在乎的是当下的困境有谁能够解决，还有死后会去哪里。所以2代神发明的宗教就很好的解决了人类的需求，比如想要孩子拜观音求子，想要发财拜财神，再比如死后是上天堂还，是下地狱，是九转轮回，还是投胎转世。道家、佛家、天主、基督，不管是什么宗教，他们的宗旨都是让人类可以得到拯救和审判，而创世神负责的就是创造和毁灭。从这几个字眼里来看，自然而然的就可以得知人类需要的是什么。再回到夏商周，为什么在这个时期2代神并没有开始传播宗教呢？夏朝是起源于大禹，大禹就是统治者当中最后一个初代神。大禹治水这种创世功绩足以让他进入到创世神的行列。大禹不畏天地，不能升天，所以大禹后来就堕落了，将世界分为9州，然后收集9州的铜铸成9鼎，开启一家天下。
当一代神不再思考创造与毁灭，而被权力和欲望掌控的时候，就不能再称为神，而是堕落成了半神。商朝史记因本纪记载3人行，遇见玄鸟，坠其卵剪嫡取，吞之生气气。商祖商朝的掌权者也是半神，并且夏商2朝的掌权者都属于人皇。人皇是和天帝有着同等的地位。周朝周人的祖先是皇帝曾孙帝喾，元妃姜元的儿子叫后稷，并且周武王不称帝而称天子，是为天帝之子。从这3个朝代来看，虽然是家，天下却还是在神和半神的掌控当中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天下诸侯各自为主，神不能通过帝王来掌控天下人类，所以诸子百家并起，神发明了宗教，并以代理人的方式来选择出更为优秀的精神信仰，最后留下了现今仍然昌盛的几大宗教文化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喜欢请订阅、点赞、转发，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